长失踪后的第3天，群里发了一个群公告：封控期间，所有同学不可以离开校园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，并附上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班长一脸惊恐地往前跑，仿佛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他，可是后面分明什么也没有。下一秒，班长的身影凭空消失在了黑暗中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响起，伴随着班长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视频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看完这段视频，寝室里爆发出室友高分贝的尖叫，平时不怎么聊天的班级群也瞬间被疯狂刷屏了。视频的拍摄日期显示是3天前，很显然，失踪的班长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。室友宋妍从厕所里跑了出来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这视频是怎么回事啊？班长他死了吗？”小美皱眉道：“你们看，视频被撤回了。”虽然视频被撤回了，但是群里所有学生都已经看到这段视频了。群里的聊天依旧在不断刷新，大家都在议论班长的死因，还有人提议要报警。这时我点开群公告看了下上面的内容：1. 封控期间，所有学生不得离开学校，请所有同学佩戴好口罩，注意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2. 校园广播拥有绝对命令，请遵守广播里的话。3. 寝室绝大多数是安全的，除非你的室友开始谈论一些你听不懂的话。4. 寝室楼没有电梯。5. 9点之后不要在宿舍内照镜子。6. 如果发现室友趴在桌子上睡觉，一定要叫醒他。7. 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8. 10点之前必须回到宿舍楼，宿管阿姨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。9. 学生之间不得发生暴力行为。这些规则实在是太古怪了。就在这时，刺耳的电流声响起，校园广播里传出了班长的声音：“同学们晚上好，学校因突发情况临时进入封控状态，请所有学生在10分钟之内来到操场进行核酸检测。核酸检测相关事项，请各位同学参考班级群公告，不遵守规则的人会告。”我的脚底升起一股凉意，群公告又多了一条关于核酸的规则。操场没有第4个核酸点，每个核酸点排队人数限制为20人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是晚上9点10分，操场离宿舍大概5分钟的距离。如果按照正常步行，所有人都能9点15来到操场。我来到了窗前，往外望去。以前我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在操场活动的学生，但是现在我竟然连操场的轮廓都看不到，只能看到一片浓稠的黑暗。群里的同学们都慌了，走廊上响起了开门的声音，还有密集快速的脚步声。其他寝室的人出门做核酸了。宋妍已经打开了门，扭过头疑惑地看着我：“降职，快点啊！”小美也在催促我。我突然愣了一下，刚刚我分明听到了一个声音，笑声。我强压下内心的异样，走出了房门。突然前面一个寝室门开了，3个女孩子手挽着手走了出来。这几张年轻的面孔我有些眼熟，每天都能看见，但却从未打过招呼。她们看见我们，对我们笑了一下，但我却隐约觉得哪里有一丝怪异，具体是哪里奇怪，我却一下子想不起来。宋妍是个社牛，这一层寝室的人她几乎都认识。她刚想走上前和他们说几句话，我猛地扯住了宋妍的手臂，冷汗从我额头滑落，我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了那句话：“你们还记得我们寝室里的门是向外推开的吗？”我当然记得啊，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这时小美脸色难看的压低声音说道：“白痴，你没发现他们刚刚是朝里拉开的门吗？”那3个女孩还站在我们前面不远处，微笑地看着我们。她们从刚刚开始就没有眨过眼睛，一直在直勾勾地看着我们。快点走啊，不然要赶不上核酸了。3个女孩异口同声地说道。除了声音不一样之外，音调竟然出奇的一致。这下连迟钝的宋妍都开始觉得不对劲了，她颤巍巍地说道：“他们是怎么回事？请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”我低声说出了这条规则。3个女孩的身后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而且她们似乎没有影子。注意到这点之后，我的后背窜起一股冷意。其中一个女孩看着我们缓缓说道：“你们怎么不走了？”她的嘴角翘起一个夸张的弧度。怎么办？宋妍快要哭出来了。小美抓紧了我的手，等不到我们的回答，女孩们开始慢慢朝我们靠近。她们3个人走路的姿势，甚至迈开的步伐，全都丝毫不差。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缩短，女孩们脸上的笑容越发明显，眼角夸张地上扬着。可是我们身后已经没有退路，只有一面墙壁和镜子，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是寝室。我用力地回想，冷静点，降之，一定有什么被你忽略掉的细节，想起来，快点想起来。我快速扫了2侧的寝室门，小美焦急道：“快点，我们快回寝室。”我被小美往寝室的方向拽去，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手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细节。就在小美打开寝室门让我们快进去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推开了小美，猛地拽上宋妍的手，往镜子前撞去。降之，你疯了！
那是镜子啊！宋妍大叫。就在我们要撞上镜子的那一刻，周遭的场景倏然变化。我们回到了寝室内，宋妍大口喘着粗气，惊魂未定地看着我说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带着我往镜子里照吗？我们怎么又回到寝室了？”小美奇怪地看着我们，似乎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恐惧。你们刚刚是怎么了？我喊你们走，你们却像中邪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宋妍听到小美的话，彻底傻眼了。我快速地解释道：“还记得那条规则，9点之后不能照镜子吗？但群公告发布的时间是9点10分。宋妍，你当时是不是在厕所里照镜子？对，我当时确实在，所以我们违反了规则。寝室的门开的方式是相反的，寝室两侧的门牌号也是倒着的。小美抓着我的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手上的痣，她的痣是在左手上，可是她抓着我的是右手，所以我推测这个小美不是真的。我们之前是在镜子里面。”就在这时，校园广播再次响起，请所有还未做核酸的同学立刻到学校操场进行核酸。我暗道不好，现在是晚上9点15，我们离核酸剩余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。